今天我們要聊一樁佛教史上最令人費解也最令人心碎的死亡。死者是一位神通蓋世的聖者，他能夠一腳踏地，一腳踏上梵天，讓整個大地為之震動。他能夠把須彌山輕輕舉起，就像我們拿起一顆小石子。他能夠變化成一條吞雲吐霧的巨龍，再變化成龍的克星大鵬金翅鳥，把興風作浪的龍王打得俯首求饒。他有天眼通，能看見六道眾生的生死流轉。他有他心通，你心裡剛動一個念頭，還沒說出口，他就已經知道。他還有宿命通，能夠追溯一個人無量劫以來的來龍去脈。在釋迦牟尼佛座下的10大弟子裡，他被公認為神通第一，他的名字叫目犍連。可就是這樣一位神通第一的聖者，最後卻死在一群受僱的暴徒手裡。那些人拿着石頭，拿着木棒，把他团团圍住，亂石像雨點一樣砸下來，把他的骨頭一根一根打碎，把他的血肉打成模糊的一團，直到確認他已經斷了氣，才把他像丟垃圾一樣扔進路旁的灌木叢，然後匆匆逃去領賞金。聽到這裡，第一個怎麼也說不通的問題就出來了。一個能舉起須彌山的人，一個哪怕三界所有眾生一起圍攻都能全身而退的人，怎麼會連幾個凡夫俗子的石頭都躲不開呢？他的神通究竟去哪裡了？而更讓人想不通的是第二個問題，事情發生的時候，他的老師釋迦牟尼佛就在不遠處。佛陀有沒有能力救他？當然有，可是佛陀沒有出手。為什麼？為什麼一位護持佛法一輩子，替佛陀降服過無數外道，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弟子，臨到頭來卻落得如此淒慘的下場，連他最敬愛的師父都不肯救他一命？這樁死亡2500多年來，就像一根刺扎在許多學佛人的心裡。它太不合常理，太不符合我们對善惡有報那種樸素的期待。好人不是應該有好報嗎？盼了一輩子護持正法的聖者，不是應該得到護佑嗎？可是眼前這個血淋淋的結局，卻像是把我們從小就相信的那套因果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2500多年來，無數人被這2個問題困住，有人因此懷疑因果，覺得世間太不公平；有人因此質疑修行到底有沒有用，連神通第一都保不住自己，我們這些平凡人又能圖個什麼？可是很少有人真正走進這樁死亡的最深處，因為在目犍連之死的背後，藏着佛法一個最核心也最容易被人誤解的秘密。今天我們就一層一層的把它揭開，而當你聽到最後，你對神通、對業力、對整個人生的看法，很可能都會被徹底翻轉。要讀懂他的死，我們得先回到他的生。在古印度摩揭陀國的首都王舍城附近，有2個相鄰的村莊，村裡有2個孩子，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一個後來被稱為目犍連，一個後來被稱為舍利弗。2家都是地位尊貴的婆羅門，家境優渥。2個孩子從小一起長大，情同手足，身邊還跟着一大群同樣出身富貴人家的少年，整天呼朋引伴，快意人生。如果故事就這樣發展下去，他們大概會像所有貴族子弟一樣，繼承家業，娶妻生子，在王舍城的繁華裡過完舒舒服服的一生。可是有一年，命運在他們心裡埋下了一顆種子。那一天，王舍城舉辦1年1度的盛大節慶，鑼鼓喧天，歌舞百戲，全城的人都陶醉在熱鬧裡。目犍連和舍利弗也去了。可是奇怪的是，這一次熱鬧散去之後，2個人心裡不但沒有往日的滿足，反而升起一股說不出的惆悵和空虛。他們對望了一眼，彼此都在對方眼裡看到了同樣的東西。眼前這些歌者舞者，再過幾十年會在哪裡？這些看熱鬧的人群，包括他們自己，100年之後又會剩下什麼？原來所有的繁華都是一場注定要落幕的戲，生老病死才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結局。这股对无常的震撼一旦升起，
就再也壓不下去了。於是這兩個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年輕人做了一個讓所有人瞠目結舌的決定，捨棄家庭，捨棄財富，出去做一個沿門托缽的沙門，去尋找那個能夠超越生死的究竟大法。當他們把決定告訴身邊那群玩伴時，大部分年輕人竟然也願意跟着他們一起走。他們最先投到一位名叫散若儀的老師门下，這也是當時声名显赫的60外道之一。2個人各自帶着250名弟子，可是學了一陣，他們慢慢發現，這位老師教的那一套並不能真正解答他們心裡對生死最深的疑問。於是他們拜過一個又一個老師，走遍整個印度，和許多有名望的沙門與婆羅門論過道。可是走來走去，他們心裡越來越清楚，自己始終沒有找到那個不死之法。2個人甚至暗暗約定，就算到了40歲還找不到，也要回到家鄉相聚，繼續尋覓，誰都不許放棄。於是2個好友立下一個約定，各自分頭去尋找真理。無論是誰先找到，都要立刻回來告訴對方，絕不獨自享用。這是一份多麼難得的情誼。在真理面前，2個人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彼此。轉機來得很突然。有一天，舍利弗在路上遇到一位氣度非凡的出家人。那位出家人走起路來安詳從容，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說不出的寧靜。舍利弗心裡一震，直覺告訴他，這個人身上一定有他苦苦尋找的東西。他上前請教，那位比丘只用了很簡短的一句話回答他，說世間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散了就滅，其中並沒有一個恆常不变的我。就是這麼一句話，舍利弗當下就開悟了，證得了出果。他幾乎是飛奔着回去找目犍連。目犍連一看到好友的神情，還沒等他開口，就知道好友找到了。當他聽說那位覺者釋迦牟尼佛此刻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竹林精舍，激動得恨不得立刻就去拜見。2個人回頭去邀請他們共同的老師一起去皈依佛陀。可是那位老師放不下自己已經到手的名聞利養，不但不肯去，反而想拉着他們一起繼續合夥經營。目犍連和舍利弗心裡明白，自己找到的是什麼，這種東西是任何名利都換不走的。結果那位老師門下的弟子有將近一半都改為追隨目犍連和舍利弗一起去投奔佛陀。老師眼看着自己一下子失去這麼多門徒，又氣又急，據說當場就氣得吐了血。就這樣，這一批人來到佛陀座下受戒，而目犍連的資質在這裡展現得淋漓盡致。舍利弗跟隨佛陀出家之後，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斷盡煩惱，證得阿羅漢果，而目犍連只用了7天。從他們皈依的那一刻起，目犍連就站在佛陀的左邊，舍利弗站在佛陀的右邊，成為佛陀最倚重的2大上首弟子。往後40多年，除了各自到別處弘法，他們幾乎不曾離開過佛陀身邊。現在我們來看看目犍連那讓後世津津樂道的神通到底有多驚人。佛家講神通一共有6種：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還有漏盡通。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我們先記在心裡，等一下它會成為解開整個謎團的鑰匙。前面5種神通，其實在世間法裡精進修行的人，甚至一些外道都有可能修出来。唯獨最後那個漏盡通，是徹底斷盡了一切煩惱，永遠不再輪迴的證悟，那才是真正出世間的東西。換句話說，神通再大，如果只有前5種，其實還是在生死苦海裡打轉。而目犍連厲害在哪裡？厲害在這6種神通，他樣樣具足，而且展現得最為全面，最為淋漓。有一次，他和舍利弗較量神通，舍利弗把衣帶放下，用衣帶纏住須彌山。目犍連運起神力，很輕鬆就把整座須彌山舉了起來。接着，舍利弗把衣帶纏在佛陀的座位上。這一次，目犍連用盡了渾身的神力，那個座位卻紋絲不動。舍利弗笑着對他說：
我們的神力就算能夠撼動須彌，震動天地，可是在佛陀的法座面前，連分毫都動搖不了。這個小小的較量，其實已經悄悄透露了一個訊息：神通有它的邊界，在真正的覺悟面前，神通並不是最高的東西。還有一次，舍衛城全城百姓聯合起來，宴請96種外道的修行人，還請了國王和王公大臣作陪。目犍連遠遠望見佛陀帶着弟子走來，就在河面上變化出一座七寶莊嚴的寶橋，恭候佛陀走過。那些外道搶着要先過橋，一個個趾高氣揚地走上去，走到橋中央，忽然嘩啦一聲，橋斷了，全都掉進水裡，哀號求救，聲震曠野。佛陀走到跟前，寶橋又恢復如常。佛陀見到那些外道在水裡掙扎，心生慈悲，運起神力把他們一個個從水裡救起來，才安詳地帶着弟子過了橋。目犍連的神通還不只是這些，他能夠像變戲法一樣隨意變化。曾經有一條龍王對佛陀心懷不滿，施法讓整個世界陷入黑暗，好幾位比丘想去降服，都被佛陀攔住，因为佛陀知道那條龍的兇猛。等到目犍連請命，佛陀才點頭。目犍連先把自己變成一條大龍，和龍王吐煙放火激戰，接着不斷變化成各種大小的形體，讓龍王只有招架之力。最後乾脆變成龍的天敵大鵬金翅鳥，龍王這才嚇得投降。他還曾經飛到喜馬拉雅山，取來蓮花為生病的舍利弗治病，也曾經替給孤獨長者搬運一棵菩提樹，種在祇園精舍裡。不過，在所有關於目犍連神通的記載裡，最耐人尋味的，反而是一場他輸掉的比試。有一次，佛陀在15那天要為比丘們說戒，座中卻少了舍利弗，佛陀就讓目犍連去把舍利弗請回來。目犍連運起神足通，心裡想着自己憑着這身神通，一定會比舍利弗先趕回到說戒的地方。可是等他一到，卻整個人愣住了。舍利弗早已端端正正地坐在佛陀身旁。目犍連百思不得其解，我明明走在他前頭，怎麼他反倒先到了？難道我的神足通失靈了嗎？佛陀笑着告訴他，你的神通並沒有退失，只是舍利弗的智慧比你更深啊！你看，這又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提醒。神足通再快，也快不過一顆安住在智慧裡的心。腳程的快慢，速度的高低，從來就不是修行境界的高下所在。這件事，佛陀後來還特意讓目犍連在大眾面前一腳踏地，一腳踏上梵天，使大地震動，用以啟發初學者的信心。可是他要世人記住的，卻恰恰是那個看不見摸不着的智慧，而不是那個轟轟烈烈的神通。還有一件小事，最能看出這兩位好友之間那份超越常人的道情。有一回，兩人同住在一間禪房裡，深夜靜坐。舍利弗忽然發現，身邊的目犍連，人明明坐在這裡，整個人卻仿佛都不在了。第二天他問起，目犍連才說，昨夜他心裡起了一個修行上的問題，是去向遠在北方的佛陀請教了。舍利弗大惑不解，佛陀住得那麼遠，你既沒有用神足通飛過去，佛陀也沒有過來，你怎麼能和佛陀說上話呢？目犍連淡淡地說，這沒什麼稀奇，佛陀有天眼通、天耳通，你其實也早就證得了，只要稍加運用，我們隨時隨地都能和佛陀相通。舍利弗其實何嘗不懂，只是他一向喜歡以謙卑的姿態和人相處。他聽了非常歡喜，讚嘆目犍連神通廣大，說自己能和這樣的人同門共學，就像一顆小石子，有幸被投到一座巍峨的高山身邊。目犍連卻回敬道，我能和你這位大智大德的長老同坐而坐，也正如以小石投向大山，得到了很大的安穩。你敬我，我敬你，兩個人一輩子互相推崇，互相成就，那份道情友愛遠遠超過了尋常的朋友。而這份情誼，正是我們理解這整個故事時一條不能忽略的伏筆。這樣一位神通廣大、幾乎無所不能的聖者，在世人眼中
簡直就是活着的傳奇。可是接下來，命運要給他，也要給我們上第一課了。而這一課的主角是他的母親。目犍連正得神通之後，一直惦記着要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他的母親已經過世，於是他運起天眼通，想看看母親轉生到了哪裡。這一看，他的心一下子就碎了。他看見母親因為生前造下的種種惡業，墮入了惡鬼道，正在受苦。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模樣呢？肚子大得像水缸，喉嚨卻細得像一根針，常年被飢餓和乾渴折磨着。目犍連再也忍不住了，他運起神通，變化出一缽香噴噴的飯食，親手送到母親面前。可是就在食物快要送到母親嘴邊的那一刻，那些飯竟然變成了一团通紅的火炭，燙得母親大叫一聲，連忙縮回了手。奇怪的是，那火炭一掉到地上，又变回了食物。目犍连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卻無能為力。他神通再大，能舉起須彌山，能降服龍王，此刻卻連一口飯都送不進自己母親的嘴裡。我們可以想象那個畫面，一個能號令天地的兒子站在自己受苦的母親面前，眼淚一顆一顆往下掉，手裡那身通天徹地的本事卻使不上半分力氣。那一刻，他不再是什麼神通第一的尊者，他只是一個看着母親受苦卻救不了母親的兒子。天下最遠的距離，原來不是從人間到惡鬼道，而是明明近在眼前，你卻連一口飯都送不過去。這是第一次，這位神通第一的聖者親身撞上了一堵他無論如何都推不動的牆。這堵牆的名字叫業力。他終於明白，神通是敵不過業力的。痛苦萬分的目犍連回去向佛陀求救。佛陀告訴他，你母親的業障太深，光靠你一個人的神通力量是救不了她的，必須要借助眾人清淨修行所匯聚的大福田力。佛陀教他，在每年農曆7月15，也就是眾多僧人結束3個月安居用功的那一天，用最虔誠的心準備100味飲食供養十方僧眾，記着這麼多修行人共同的功德力量，回向給母親，才能夠把她從惡鬼道裡拔救出來。目犍連照着做了。就在那一天，借着眾僧的功德，他的母親終於脫離了惡鬼道的苦。而這就是後世盂蘭盆會的由來，也是我們如今農曆7月被稱為孝親報恩月的源頭。每年到了這個時節，多少人為過世的親人誦經超度，其實都是在延續目犍連當年那一片救母的孝心。所以每一年一到農曆7月，家家戶戶祭祖追思，那份對先人的牽掛，那份想要替他們再做點什麼的心意，說到底和2500多年前那個站在惡鬼道前默默流淚的兒子是同一份心。孝是這整個故事裡另一條靜靜流淌的暗線。你看，早在他自己的死亡到來之前，佛法就已經借他母親的遭遇，把那句最重要的話說給我們聽了：神通不敵業力。只是那時候的人，包括很多後來的修行人，都以為這只是一個特例，一個孝子救母的感人故事，卻沒有意識到這句話背後是一條連佛陀都不會去違逆的宇宙法則。而這條法則很快就要應驗在目犍連自己身上。我們把鏡頭拉回到那個殺雞飼福的時代。釋迦牟尼佛在世時傳的是正法，佛法越傳越興盛。當時摩羯陀國有許多其他教派的修行人紛紛改信了佛陀，尤其是自從阿都世王皈依佛陀之後，對其他教派日漸疏遠，這就讓那些外道對佛法的興隆越來越怨恨。他們眼看着自己的信徒一天天流失，香火一天天冷清，那份嫉妒慢慢發酵成了殺意。嫉妒是一種很可怕的東西，它燒不着別人，最先燒着的是自己。這些外道本來大可以反省自己的教法為什麼留不住人，也大可以放下身段去向佛陀請教，可是他們沒有。他們選了一條最省事卻也最墮落的路。既然講不過你，比不過你，那就乾脆從肉體上把你除掉。
可是他們不敢動佛陀，佛陀的威德太盛，又有國王撑腰，誰也不敢正面招惹。於是這些人想出一個陰狠的主意，既然砍不倒大樹，那就先砍掉大樹的2條臂膀。佛陀的2條臂膀是誰？正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和神通第一的目犍連。而在这2個人當中，目犍連又格外招人恨，因為他有宿命通和天眼通，能夠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人生前是修正法還是修外道，做善事還是做惡事，死後會有截然不同的去向。關於這一點，佛經裡留下過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場景。有一個夜晚，目犍連靜坐在恆河岸邊，看見許多惡鬼跑來取水解渴。這些惡鬼一個個上前向他請問，自己到底造了什麼業才落得如此下場。第一個惡鬼說，我常年被飢渴折磨，看見恆河水清清涼涼，可是一取到嘴邊，水就滾燙起來，喝下一口，5臟6腑登時焦爛，這是為什麼？目犍連告訴他，你前世靠替人看相算命為生，卻隨着自己的好惡任意褒貶，滿口欺瞞，所以受這個報。第二個惡鬼說，我的身體常常被一群兇惡的大狗撕咬啃食，肉被吃光了，一陣風吹過又長出來，再被啃食，這又是為什麼？目犍連說，因為你前世宰殺雞鴨豬羊，拿去祭神拜天，殺業太重，所以受這個報。第三個惡鬼說，我肚子大得像個水缸，喉嚨和四肢卻細得像針尖，看着飲食也吃不下去，這是何緣故？目犍連說，你前世做官，仗着有權有勢欺壓百姓，殘酷搜刮，佔為己有，所以受這個報。還有一個惡鬼說，我的頭大得像斗，全身長滿了嘴和舌頭，那些舌頭時時往外淌血，命如游絲，我到底造了什麼孽？目犍連告訴他，你前世最愛說人長短，挑撥是非，惡口傷人，所以今天就用這滿身的口舌來還這筆債。一樁樁，一件件，都是我們平日裡不當一回事的小惡，卻在來世結出了這樣觸目驚心的果。目犍連把這些親眼所見一遍一遍講給世人聽，勸人斷惡修善，這對眾生本是天大的慈悲，可是對那些靠着蒙騙世人過活的外道來說，卻像是被人當眾揭穿了牢底。他常常把這些因果報應的實情講給大眾聽，讓許多人因此看清了外道的虛妄，轉而皈依了佛法。這一講等於斷了外道的財路和名路，於是那些外道把仇恨的矛頭死死地對準了目犍連。那些外道中的修行人不敢自己動手，怕沾上殺人的惡業，也怕神通。他們從信徒那裡募集了大量金幣，收買了一幫亡命的匪徒，讓這些人去做這件見不得光的事。而幾乎就在同一個時期，另一件讓所有人心碎的事正在發生。舍利弗，那個和目犍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友，先走了。舍利弗知道自己在世的時間快到了，他心裡放不下一個人，他的母親，舍利弗的3個兄弟3個姊妹，後來都相繼在佛陀座下出家，也都證得了阿羅漢果。唯獨他這位婆羅門母親，一輩子對佛陀和佛弟子心懷敵意。每當佛陀和僧眾托缽經過他那裡，他一邊給飯，一邊還要辱罵。於是舍利弗選擇在臨終之前，回到自己出生的那間屋子，用最後的時間去度化自己的母親。那位固執了一輩子的老母親，終於在親眼看見天神來來去去，恭敬地禮拜自己的兒子，又聽了兒子最後的說法之後，改變了信仰。他懊悔地埋怨兒子，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他這樣殊勝的法？舍利弗在自己出生的房間裡入了涅槃，母親捧出一壇壇黃金，為兒子辦了一場莊嚴神聖的葬禮。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天算起，到白髮蒼蒼的暮年，這2個人整整並肩走了80多年，一起長大，一起厭離繁華，一起求道，一起在佛陀身邊護持正法。如今那個總是站在佛陀右邊的身影先一步走了。以目犍連的神通，天上地下6道10方，
沒有他去不了、看不到的地方。可是這一次，他卻再也見不到那個和自己心意相通了一輩子的老友了。原來有些離別是任憑你有多大的神通都追不回來的。兩個同一天來到這個世界的靈魂，就這樣被死亡拆散了。而此刻的穆兼连還不知道，他和最好的朋友分別的日子也只剩下短短2個星期。那時候，穆兼连正獨自住在王舍城外一處叫黑石窟的森林裡。他其實早就知道自己的末日近了，以他的神通要延長自己的壽命輕而易舉。可是他並不打算這麼做。當那幫匪徒第一次摸到他跟前時，他一眼就看穿了他們的來意。他不怕死，但是他不忍心讓這些人真的犯下殺害聖者的滔天大罪，將來墮入無間地獄。所以他運起神通，悄悄避開了。這是一種何等的慈悲！刀都已經架到自己脖子上了，他第一個念頭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那幾個要來取他性命的人將來要背負多重的果報。他躲不是為了保住自己，而是為了保住那幾個兇手。匪徒撲了個空，不甘心，又來了第2次。穆兼連又用神通避開了。就這樣，一次又一次，整整2個月過去，那些殺手始終進不了他的身。可是就在某一次，最後那一次，穆兼连忽然發現自己失去了主宰身體的神通。任憑他如何運力，那些曾經隨心所欲的神通，這一刻全部失靈了。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就好像一個一輩子都能自由呼吸的人，忽然發現自己怎麼也吸不進空氣。那身跟隨了他40多年，讓他能上天入地，讓3界眾生都奈何不了他的神通，就在這一個瞬間，毫無徵兆地離他而去了。可是奇怪的是，穆兼連沒有驚慌，也沒有掙扎，因為他心裡比誰都清楚，這不是意外，這是他等了很久，也躲了很久的那一筆賬，終於到了非還不可的時候。為什麼？為什麼偏偏在這個生死關頭，一個能舉起須彌山的人會突然變得和普通人一樣脆弱？原來在無量劫以前，穆兼連曾經造下過一樁極其可怕的業，他曾經親手殺害過自己的父母，這在佛家是5種最重的逆罪之一。殺害父母叫做忤逆重罪，他和出佛身血、破壞僧團的和合並列在一起，是會直接墮入無間地獄的極重之業。為什麼這麼重？因為父母的養育之恩重如須彌。一個人如果連生養自己的父母都下得了手，那已經是把人倫最後的底線親手踩碎了。這樣的業一旦造下，它的力量之大，延續之久，遠遠超出我們平常人的想象。因為這樁業，穆兼連早已在地獄裡受了無數年的苦。可是這樣的重罪，即便在地獄裡受了那麼久的報應，都還沒有了結乾淨。而此刻正是那最後一絲餘業找上門來的時候，於是神通失靈了，匪徒一擁而上，乱石木棒像雨點一樣落下，把他打倒在地，把他的骨头一根根擊碎。他們認定他已經死透了，把他的身體拋進灌木叢裡，逃去領那筆沾滿血的賞金。可是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一個把生命獻給佛法的人，那份意志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被打成一團血肉的穆兼連竟然又恢復了知覺。他用盡最後的力氣，凌空飛起，來到佛陀面前，向師父稟告自己就要入涅槃了。佛陀請他為在座的僧眾做最後一次開示。於是這位神通第一的聖者，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又一次展現了種種神通奇蹟，然後恭恭敬敬地向佛陀頂禮告別，回到那個黑石窟，安詳地進入了涅槃。你想想這個畫面該有多震撼。一個剛剛被亂石打得粉身碎骨的人，本該是躺在血泊裡連動都動不了的，他卻硬是憑着那顆早已解脫的心，重新聚起意志，凌空飛回師父身邊，從從容容地講完最後一堂法，行完最後一個大禮，這才回到自己修行的山洞。
像放下一件穿舊了的衣裳一樣，輕輕放下了這具傷痕累累的身體。這哪裡還是一場被害？這分明是一位覺者把自己的謝幕安排得莊嚴到了極致。消息傳回精舍，比丘們全都不能接受，這麼一位大力護持佛法的尊者，怎麼會死得這麼慘？又是被人活活打死，大家想不通，也放不下，一個個傷心欲絕。他們把心裡那2個問題捧到了佛陀面前。神通第一的目犍連，為什麼不用神通對抗？為什麼佛陀您不救他？面對弟子們的悲痛和不解，佛陀沒有像他們那樣激動，佛陀很平靜，因為世間一切要發生的事，早在他的大智慧裡看得清清楚楚。佛陀對他們說，目犍連並不是不能對抗，也不是不能預知，他明明已經躲過2次，這一次是他自己選擇了不再躲，因為他知道神通終究是抵不過業力的，業報終究是要了結的。這一世他死於亂石之下的慘狀，和他過去所造的罪業一絲一毫都不違背。這就是佛家所說的定業不可轉。佛陀還告訴弟子們一件更令人震撼的事，就連佛陀自己也逃不過定業。在很久以前的某一世，佛陀曾經敲過一條大魚王的頭3下，雖然並沒有真的吃它，可是成佛之後還是為此感受了3天頭痛的果報。而最能說明定業有多堅硬的是釋家族被滅的那件事。當年琉璃王發兵要滅掉佛陀的家族，釋家族佛陀親自出面勸阻過3次，都沒能改變琉璃王的決心。這就是定業。目犍連當時實在不忍心，動用神通救了500個釋家族人，把他們裝在自己的钵裡，送到梵天去避難。等到事情過去，佛陀讓他去看看钵裡的人怎麼樣了。目犍連一看，钵裡的500人全都化成了一灘血水，沒有一個活下來的。佛陀對他說，定業連佛都轉不了。後來大家才知道，這背後又是一段因果。被殺的釋家族人前世是一個漁村的居民，曾經吃過池塘裡的魚。琉璃王正是當年池中那條大魚，冤冤相報，絲毫不爽。你細細品一品這件事，就連神通第一的目犍連親自出手，把500個人穩穩當當地護送到了梵天那樣安全的地方。那該了結的定業，最後還是穿過重重神通，硬生生地追了上來。這已經不是躲得開躲不開的問題了，這是天地之間一條再堅硬不過的法則。神通能夠改变的是過程，是快慢，是形式，可是对於那個最後注定的結果，他連分毫都動不了。說完這些，佛陀話鋒一轉，安慰弟子們說，你們不要難過，生和死的問題在覺悟的人面前根本不成問題。有生就有死，死並不可怕，真正要緊的是臨終的那一刻，心裡有沒有把握，迷不迷。目犍連臨終的時候心不迷亂，清清楚楚地進入涅槃，這才是最可貴的。我們一般人怕死，怕的其實是那個未知，是那種抓不住的失控感。可是对一個修行有成的人來說，死不過是換一件穿舊的衣裳，是這一段旅程走到了自然的終點。他早就把生死看透了，所以走的時候才能走得那樣安詳，那樣有尊嚴。他是为了宣揚佛陀的教法而犧牲的，他用自己的生命成為佛教史上第一個違法流血的殉教者。神通第一的目犍連雖然肉身死了，可是真理是永遠不會滅的。據說目犍連被害的消息傳到阿都世王耳中，這位皈依了佛陀的國王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追捕那些行兇的匪徒。可是無論人間如何為這位聖者討回公道，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那個被業力推動的結局，早在無量劫以前就已經寫好了。人間的刀砍得倒兇手，卻砍不斷因果這條看不見的線，這或許正是這樁死亡最讓人無言的地方。講到這裡，你可能覺得謎團已經解開了。目犍連前世殺了父母，這一世業力現前，所以連神通都救不了他。神通不敵業力，就是這個故事的答案。可是且慢，如果答案真的這麼簡單，
那這樁死亡就配不上佛法最深秘密這幾個字了。真正的秘密還藏在更深的地方，而要挖到它，我們得先回過頭，把目犍連前世那樁業看得再仔細一點，因為那裡面藏着人性最幽微也最讓人脊背發涼的東西。那一世，目犍連是一個年輕人，他有一對眼睛都瞎了的父母。這個年輕人非常孝順，親手替父母磨米煮飯，家裡裡裡外外一切的事都是他一個人打理。父母心疼他太辛苦，執意要替他娶一房媳婦。年輕人本來不肯，他甚至發過願，只要父母還在世，就要親手侍奉他們。可是父母堅持，最後還是替他娶了親。麻煩就從這裡開始了。這位媳婦和2位眼盲的公婆處得並不好，她開始在丈夫耳邊一點一點地說老人家的壞話。有一天，她故意把米粒殘渣撒得滿地滿桌都是，等丈夫回來就告狀說，是這2個瞎眼的老人整天什麼都不做，故意弄髒家裡，誠心讓她忙不完。丈夫當然不信，這是自己從小侍奉到大的父母，怎麼可能做這種缺德的事？可是人心就是這樣奇怪，同一句謊話，聽一遍是謊話，聽上100遍，就會在心裡悄悄生了根。滴水能穿石，靠的從來不是力氣，而是時間。就这樣1天、2天、3天、4天，這位妻子日復一日，在丈夫睡前，在他耳邊嘰嘰喳喳，反反复复地說，刻意離間着這對父子之間的親情。我們都知道，世上最鋒利的刀往往不是刀，而是日日夜夜滴在耳邊的話。終於有一天，這個原本孝順的年輕人心裡一時糊塗，起了殺念。他想到了一個辦法，他把父母帶到森林裡，然後自己假裝成強盜，一邊喊着強盜來了，強盜來了，一邊掄起棍子朝父母打去。而接下來這一幕是整個故事裡最讓人心痛的地方。那對眼睛看不見的父母在棍棒之下，第一個念頭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他們聽見動靜，驚恐地大喊，孩子啊，你快逃，你還年輕，未來的日子還長，不要管我們，你快逃啊。你听听，這是什麼樣的父母？他們看不見打自己的人就是自己的親生兒子，他們以為兒子也遇到了強盜，於是在自己命懸一線的時候判了命的喊，要兒子逃命。關於這個年輕人最後有沒有停手，經書裡留下了不同的說法。有的版本說，他被父母這份至死不渝的愛徹底鎮住了，良心發現，跪倒在地，痛悔不已，最終得到了父母的原諒。也有的版本說，他終究還是把父母活活打死，扔在了林中。但無論是哪一種說法，那個惡毒的念頭一旦升起，那根棍子一旦揮下，這樁業就已經結結實實地造下了。佛陀說，就憑目犍連當年這樁忤逆殺親的重罪，他本該在地獄裡受幾劫的苦，從地獄出來之後，這報應還沒完，還要再受100世被人活活打死的惡報。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雖然他這一生持戒清淨，護持佛法，可是死於非命，這個果和他當年造下的那個因是分毫不差，完全相稱的。現在我們可以來揭開那個最深的秘密了。表面上看，這個故事教我們的是神通不敵業力。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佛陀為什麼要讓神通第一的弟子用如此慘烈的方式死去，還要親口把這個道理講給天下所有人聽？佛陀真正想拆穿的究竟是什麼？佛陀想拆穿的是我們对神通的迷戀，是我們心裡那個最頑固也最危險的誤區。還記得前面我們埋下的那把鑰匙嗎？6種神通裡，前面5種連外道都能修出來，可是那些外道照樣在6道裡輪迴，照樣了脫不了生死。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神通這個東西看起來威風八面，無所不能，可它從頭到尾都不是解脫，它只是修行路上的一個副產品，一個順帶的東西，而絕不是修行的目的，更不是道。一個人可以有天大的神通，
卻依然是個在生死苦海裡沉浮的凡夫。佛陀在世的時候，其實一直不太贊成弟子隨便顯露神通去譁眾取寵，因為他太清楚了，神通最容易讓人着迷，最容易讓人本末倒置，把追求超能力當成了修行的全部，卻把真正該做的斷煩惱、了生死忘得一乾二淨。我們不妨誠實地問問自己，人為什麼會對神通這麼着迷？說到底，是因為我們怕無常，怕失控，怕死亡。我們以為只要能未卜先知，只要能呼風喚雨，只要能掌握別人掌握不了的力量，就能把命運牢牢攥在自己手心裡，就能躲開那些不想面对的東西。神通滿足的正是這份想要掌控一切的貪心。可是佛陀看得明明白白，這條路根本走不通，因為只要你還想着用力量去對抗無常，你就已經輸了。你越是抓得緊，就被綁得越牢。那佛陀指的路是哪一條呢？是那第6種，也是唯一一種真正出世間的神通——漏盡通。漏就是煩惱，漏盡就是把貪嗔癡這些煩惱的漏洞一個不剩地補上，堵死。當一個人心裡再也生不起煩惱，他就再也不會被業力牽着鼻子走，再也不必回到六道裡受生受死。這才是佛法真正要教給我們的東西。它不是讓你多出一身呼風喚雨的本事，而是讓你徹徹底底從裡到外地得到自由。你回頭看目犍連，他前面那5種驚天動地的神通，外道也修得出來。可是這第6種卻是外道判了命也摸不到門的，差別就在這裡。前5種是向外去求力量，第6種是向內來斷煩惱。一個是加法，一個是減法，兩個方向截然相反。而我們大多數人卻總是本能的被那個加法迷住了眼睛。而目犍連的死，就是佛陀用一個最極端、最讓人無法忘記的方式，把這個真相定在了所有人心裡。你看，連神通第一的人，肉身都一定要壞滅，都一定要償還宿業，那麼你還要去追求那個救不了自己的神通嗎？這就帶出了學佛路上最常見的3個誤區。第一個誤區是把神通當成了修行的目標。很多人一聽說某位師父有神通，能看前世，能算吉凶，能治百病，就一窩蜂地趨之若鶩，以為這就是最高的境界，甚至不惜傾家蕩產也要去求。可是我們別忘了，那前面5種神通，連沒有解脫的外道都修得出來。一個人能看見你的前世，並不代表他能了斷自己的生死。真正的高境界，從來不是能不能舉起須彌山，而是能不能舉起也放下自己心裡那一座煩惱的大山。一個肯老老實實對治自己貪嗔癡的普通人，其實比一個滿身神通卻依然煩惱纏身的人，在解脫這條路上走得更遠。第2個誤區是把名聲和本事畫上等號。我們習慣性地認為，一個人名氣越大，本事就越大。可是名聲常常會騙人，就像古時候名醫扁鵲，有人問他兄弟3人誰的醫術最高，扁鵲說其實是大哥最高，因為大哥能在病還沒發作時就治好，可是外人看不見，所以名气最小。名气最大的反而是他自己，因為他總是在病入膏肓時才动手，动靜最大。修行也是如此，那些真正有正量的人未必声名显赫，而声名显赫的也未必就有真本事。我們追隨一位老師，看的不該是他的排場有多大，信众有多少，香火有多旺，而該是他能不能真正幫我們把心裡那把煩惱的火一點一點吸下去。第3個誤區，或許是最要命的一個，就是以為只要找到一位有神通、有法力的大師，就能替我們消掉業障，就能讓我們繞過因果，走一條捷徑。目犍連的死，恰恰把這條捷徑徹底堵死了。連佛陀都轉不了釋迦族的定業，連目犍連都救不了自己钵裡的500人，也救不了自己。那我們憑什麼相信，
這世上有誰能替我們把該還的債一筆勾銷？當然，這並不是說行善積德、诵經回向就沒有用。你看，目犍連救母靠的正是眾僧那份清淨的福田力，那份功德真實不虛。可是這和繞過因果是兩回事。福德能夠幫我們減輕業報、轉化業報，就像往一杯很濃的鹽水裡不停地加清水，能讓它一點一點變淡，卻不能讓那把鹽憑空消失。該面對的終究還是要面對，只不過一個平日肯積福修善的人，面對的時候會多出幾分從容和轉還的餘地。天底下沒有一條捷徑能讓我們既不肯種善因，又想坐享善果。這一點是目犍連用命換來，也是佛陀最想我們聽懂的。說到這裡，總會有人心裡不服，既然因果這麼靈，為什麼我們睜眼看到的常常是好人受苦，壞人享福？做盡好事的人一輩子磨難，作惡多端的人卻天天逍遙，這公平嗎？其實這正是我們看因果最容易看走眼的地方，因為因果從來不是只算這一世的賬，它通着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甚至更久。眼前那個受苦的好人，很可能是在償還過去世的宿債，而他今生所做的善，這份福報還在後頭排隊，還沒輪到兌現。眼前那個享福的惡人，想的是他過去世修來的餘福，這份福用完了，他今生所造的惡，將來一樣要一分不少遞還。所以古人才說，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目犍連這一世持戒清淨，還要償還宿業，本身就是這條法則最鐵一般的證明。想通了這一層，我們心裡那口悶了很久的氣，或許就能慢慢順過來了。這輩子受的那些委屈，吃的那些沒來由的虧，也許並不是老天瞎了眼，而是一筆我們自己看不見的舊賬正在了結。而這輩子我們動的每一個善念，做的每一件好事，也絕不會白白蒸發，它只是被暫時存了起來，總有一天會連本帶利地回到我們身上。真正明白因果的人，不會怨天尤人，因為他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自己當初種下的。他也不敢為惡心存僥倖，因為他知道天地之間沒有哪一筆賬是可以賴得掉的。這樣一想，因果非但不是一種懸在頭頂的恐嚇，反而成了這世上最深的一種公平和最讓人踏實的一種安心。明白了這一層，我們再回頭看目犍連的死，就會看到一個和最初完全不同的景象。我們一開始以為這是一位聖者的失敗，是神通輸給了業力的悲劇，可是真相恰恰相反。在六道輪迴之中，凡夫的神通確實敵不過業力，可是目犍連早已不是凡夫，他證得了阿羅漢果，早已超出了生死輪迴的束縛。對一個已經解脫的人來說，色身的生滅根本不是問題。他之所以坦然赴死，一方面是他不忍心親眼看着自己的老師先入涅槃，另一方面，諸佛在世時也本就有上首弟子先行入滅的先例。他是主動選擇了在這一刻把過去那最後一絲餘業了結乾淨，然後從容謝幕。所以這根本不是一場失敗，這是一位覺者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替我們上的最後一堂課。他是在用自己的死替佛陀那句神通不敵業力蓋上一個最沉重的印章。他是在用最慘烈的方式告訴我們，別再向外去追那些虛幻的神通了，回過頭來向內斷出你自己的煩惱，那才是真正能了脫生死的正路。而佛法給這個看似悲慘的故事還留了一個溫暖的結尾。在《妙法蓮華經》裡，佛陀曾經為目犍連授記，預言他在未來無量劫之後一定會成佛，佛號叫做多摩羅跋旃檀香。你看，這位違法殉道的聖者，他的故事並沒有結束在那片染血的灌木叢裡，而是遙遙指向了未來的佛國。他流的血一滴都沒有白流。真理之光要不滅於世間，本來就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在他之後，多少先賢聖哲踏着他的足跡，
為了佛法獻出了生命，獻出了一切。殉教這兩個字聽起來悲壯，可是在佛法裡，它還有一層更深的意思。目犍連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強而死，恰恰相反，他是為了向世人示現，連最強的神通都要臣服於因果，都要臣服於這具肉身的無常，好讓後來的我們不再把心思白白浪費在追逐虛幻的力量上，而是回過頭來走那條真正能夠了脫生死的正路。他用自己的死替我們把方向指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是佛教史上第一個違法流血的殉道者，可他更像是第一個用整個生命替我們立下路標的人。那麼這樁跨越了2500多年的死亡，最後到底想對我們說什麼？他想說的其實是一個關於自由的秘密。我們這一生總在叛命的想要掌控更多的東西，想要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財富，更多的把握，好像擁有的越多就越安全，越自由。可是目犍連用他的一生和他的死告訴我們，真正的自由從來不在於你能對這個世界施加多大的力量，哪怕你能舉起須彌山，能號令龍王，能看穿三世因果，只要你心裡還有煩惱，還有那根連着業力的線，你就依然被捆綁着。真正的自由是像目犍連臨終那一刻那樣，明知業報現前，明知這一關躲不過，卻能夠心不迷亂，坦坦蕩蕩地承擔下來，然後安詳地放下這具身體。那份面對死亡時的清明和無懼，才是他一生所有神通加在一起都換不來的最高成就。所以當我們再遇到人生裡那些躲不掉的难關，那些說不清的委屈，那些好像老天不公的時刻，也許我們可以想一想這位神通第一的圣者。我們不必去羨慕誰有神通，也不必去尋找什麼能替我们消災解厄的捷徑。我們要修的從來不是躲開業力的本事，而是像他那樣，一顆無論順境逆境，生也好死也好，都能安住不動的心。而這樣一顆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哪一位大師伸手一摸頭頂就能憑空給你的，它只能靠我们自己在一天一天的日子裡一點一點地磨出來。每一次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惡言，每一次放下了心裡揪着不放的怨恨，每一次在該貪的時候選擇了不貪，其實都是在替自己補上一個煩惱的漏洞，都是在往那顆安住不動的心靠近了一步。修行從來不在遙遠的深山古剎，它就在我們此刻的起心動念之間。神通或許離我們很遠很遠，可是這一條路，每一個人從今天起都走得上。這或許就是目犍連用他的死替我們保守了2500多年，也終於在今天交到我們手上的佛法最深的那個秘密，